掌声有请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陈，24岁，来自湖北，是一名学生，有请小陈，有请。女嘉宾小赵，22岁，同样来自湖北，也是一名学生，有请小赵，有请。欢迎两位哈，今天谁要来的？是我。来干嘛？他越来越任性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他总是说我任性，就女生耍点小脾气很正常的嘛。我觉得，但是他喜欢吼我。你那还叫小脾气吗？我第一次带你去见我爸妈，吃完中午饭，然后他说无聊，我带他去逛街，逛到下午吃晚饭那个饭点，招呼都不跟我爸妈打，他突然说想回去了。我跟你说了，可以打电话呀。那都饭点，你觉得合适吗？那你在大街上说，哎，你觉得打电话合适吗？你这样就不尊重我父母，然后就吼我，然后旁边人都在看我，那我怎么想？那我只有拿着手机就走了呀。有跟父母说过要回家吃晚饭吗？说了，答应了的。答应为什么逛了街又不去呢？我觉得在那边太无聊了。想回去，回学校。对。后来怎么解决的？你走了。那他拿手机就跑了呀。那你呢？我肯定没办法，我当时我气啊，我也就回去了。然后我爸妈知道，就觉得他拿手机，因为身上也没钱嘛。然后我们一家人饭都没吃，然后全部一起出去找他。你知道你回去了，你全家人都会出去找我，那你当时怎么不就追上我呢，把我拉回来呢？你当时有没有想过我呢？我在我爸妈面前，我多尴尬。你知道尴尬，那你怎么不把我拽回来呢？我就耍个小脾气走2步，那你不拉回来不就行了吗？不是真想走是吧？对呀，我就耍个小脾气嘛。也不是真不想回家吃饭是吧？对呀。我就觉得他越来越任性，不管什么事都喜欢让我就是求着他。就比如暑假的时候，他不是打暑假工，他不喜欢定闹钟嘛，每次都是我打电话叫他起床。然后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他打了2遍，然后就是没打醒，上班迟到了，是被领导骂了还是怎么的，就打电话过来跟我吵架。那本来就怪你啊，你都答应我了，你说你要喊我起床的，每天早上，但是你没喊起来啊。是，认错吧。我是跟他认错了呀，他又不听，他一挂然后就把我电话直接拉黑了。那领导骂我了，那我心里肯定不舒服呀。你说这不止一次吧？我上次约你看电影，你也没事儿，你怎么推三阻四的不出来呢？我都说过我有事了，他一听我说我有事，说我不能陪他，立马挂电话，然后马上就打不通了，每次都是这样。那是因为你经常这样啊。经常哪样？就是我约他出来看个电影，他推三阻四的不愿意出来。就是你经常约他看电影，他经常不出来。他经常说我今天社团有事儿，然后今天寝室有事儿要干嘛干嘛的，然后不出来。那谁受得了3天2头的看电影吃火锅？你在我需要的时候不应该出现在我身边吗？你有什么事儿？我想问一下，就是谈恋爱这点事儿，不就是腻咕在一起吗？就是我社团里面有事儿，然后我自己，就是他一想看电影，你就有事儿。也不是啊，那他我肯定也陪他看过电影啊，看过几场火锅啊，那可多了。女生的这个注意力是说，你看我约你不来，男生说我已经陪了你那么多回了，你怎么还那么纠结和纠缠，是吧？看电影我们翻篇，还有别的吗，姑娘？还有我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跟我妈吵架了，我约她出来都是拒绝。就那次他跟他家人可能吵架了，让他给我发短信，反正我没带手机，我就打球了。之后我回宿舍看到了，我立马给他打电话回过去，结果打不通。反正他有事找不到我，他就把我拉黑，我就找不到他了。找不到他的时候，我必须要去他学校，因为不是一个学校的嘛，我必须要去他学校去哄他去。因为这样我耽误很多事。你不应该随时关心一下你女朋友吗？万一女朋友急事找你呢？我不是那种喜欢。你不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那谁应该出现呢？我又不喜欢玩手机，一个身外之物，你总让我带着它。再说了，对呀，我就是那种不喜欢一天到晚拿着手机的人。他就喜欢把我变成一天到晚，他有事找我必须马上回他。那你有在乎过我的感受吗？记不记得你过生的时候，然后我们2个约好了出去吃饭的，给你过生，都走到门口了，然后一个异性朋友给你打电话，然后你就退回去，坐在椅子上跟他打电话，一聊了半个小时，我晾在一边，我坐在旁边，我能干嘛？对啊，这个身外之物怎么其他人用的时候那么好使？我手机肯定也有时候带在身上，在那次过生的时候，我一个异性朋友跟我打电话，就是生日嘛，送几句祝福。很久没送了半个小时。当时我打电话的时候，他也在旁边，反正没有说什么出格的话，都是一些问候朋友之间的。你们朋友之间能问候半个小时啊？
都问候些什么呢？对啊，别人跟我打电话，你不是也在旁边吗？再说你生气了，我就挂了呀，我去哄你了呀，然后哄你还不是跑了，那生日都没过。那你过了多长时间你才反应过来我哭了，然后挂了？他也没跟他那个异性朋友说我要跟我女朋友去吃饭了，对吧？一个异性朋友再怎么不懂的话，你跟他说我要跟女朋友要去吃饭了，他也应该会跟你就直接挂了吧？你没有说，对不对？我不是跟别人挂电话的时候还要客气几句吗？我把他哄回来之后，他当着我面用我的 QQ 把别人骂了一顿。异性朋友现在已经变成前异性朋友了。那不应该是前异性朋友。对呀，大体听明白了这么点破事儿嘛。你们俩当时怎么在一起的呀？当时高3的时候嘛。高中同学。对，在一起学美术，经常在一起日久生情吧。艺考生，学美术的是吧？就是你追他那个时候是谁请谁看电影呢？那时候还不兴看电影。不兴看电影？哎呀，你穿越了半个世纪来的吧哈？我跟他啊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都喜欢吃火锅，然后他知道我喜欢吃火锅，就会经常带我去吃。出门的时候他都会帮我拿东西，我觉得他这个人也挺体贴的。但是后来越来越发现他这个脾气太大了。你们俩不已经谈了3年了吗？那第1年不就应该发现脾气大，分手不就得了？耗了2年哟。应该是差不多是大2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总觉得我对他要求太高，然后我喜欢任性耍小脾气，然后他觉得有压力。是吗？我觉得我的脾气完全就是因为他经常就发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火，就比如说。那还不是因为你不会哄人嘛？你说你七夕节的时候什么时候送过礼物吗？节日的时候。那些花呀什么的，草啊什么的，那些都是虚的，好吗？有什么用？那我平时送你的礼物就不是礼物了吗？就大2的时候，刚开年，那时候课不是挺多的嘛。他说他身上没什么首饰，我还不是听进去了，我就为了送他一条项链。就课又多，我就整天去上夜班嘛，做快递。我开年的时候130多斤，然后这几个月瘦120斤。多好啊，帮你减肥了。这不算送你礼物吗？那你说你七夕节我没有礼物，那你说寝室里面别人都有礼物，一问我你今天收到了几份礼物呀？还几份礼物？你今天有没有？你们寝室最多的收几份啊？好几份。一个男朋友送的吗？别人男朋友会送好多。好几份？对呀，别人会送好多呀。哎呀，就是别人每次问我的时候，我就是什么都没有，就觉得这个感情挺干巴巴的。你这样一点都不懂女生的心思。好，我问问啊，你今天是来跟他分手还是改造他？我希望他能认识到自己身上的一些缺点。你把他的缺点给我们陈列一下，好不好？他总是希望我变成他心目中那种人比如说，我穿什么衣服要听他的我要玩手机也要听他的我身边什么朋友也要听他的他还总是特别任性，发一些莫名其妙的脾气，然后让我去哄他。那你今天来是干嘛呢？我觉得他和以前变化太大了，而且就是他不懂女生的一些小心思，然后不懂浪漫，然后觉得他要以后就这样了，你还跟他吗？不跟。女生是说你要不改我就不跟你，你还跟人家吗？现在让我说不好。因为毕竟他就这样了，你还娶她吗？说不好。你看，2个人的这个潜台词就有了，如果你不为我改变，那我们就不要再彼此伤害，分手了是吧？都说不好了。就这么点事儿，真的值当就分手吗？老师们怎么看？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他什么地方吸引了你？我没有看明白啊。就是他其实平常也有对我好的时候，就是如果说不发脾气的话，比如说衣服没有洗，他来的话就是跟我把房间什么都整理一遍，然后我就不用管所有的事儿。然后做饭的话就从来不让我进厨房。就是只要他在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一点很体贴。但说实话，你刚才讲了他的所有的好，我觉得一个爱你的人都会这么去做，但是一个爱你的人不会那么嫌弃你。我真的觉得，其实找一个认可你的小任性，认可你的黏他、缠着他，总想和他腻咕，这样的男人可能会让你过得舒心，而不是说帮你整理房间就是爱你的表现。我想说一下是。我不是说容忍不了他的任性，我只是希望他能够给我一点我自己的时间。我也不是太希望他总是黏着我，
我作为一个女性啊，我不管你现在用什么事情来找吧，给我的感觉你对他的嫌弃不能容忍。你既然那么嫌弃人家，就再见吧，散了吧，找一个你看得上的呗，好吗？好，谢谢严老师。曲总，我觉得其实你们俩最大问题啊，是你们现在对于爱情、恋爱的这个状态的认知已经不一样了。你已经过了所谓的热恋那会儿了。你不是不懂他想要的浪漫，但你现在没有那种热情了。而女孩呢，你一直还沉浸在他热恋那会儿对你的热情那种氛围里头。一旦他退减，你会觉得一下就不对了，你还要。而你要的方式呢，就是不断的任性，不断的用最极端的方式，要不是拉黑你，要不我任性，甚至于去你们家的时候，我觉得没意思我就走。其实这只是一种姿态。你希望是以这种方式换回他继续的像热恋那会儿宠着你爱着你，你是在要他那热恋的感觉。但是虽然你们当时很热，随着时间的推移2年2、3年了，任何的感情都会有那热度会下降，但是不一定说他不爱你了，而是说回归于相对平衡的时候，正常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需要自己一定的空间要多起来。我觉得以过来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只不过当它发生的时候，你们俩没有同步。他觉得已经你们俩关系稳定，他需要朋友，需要自己的空间，可是你不让。你们俩的本质问题不在于说你认为他已经没以前那么好了，而是说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所有的人都是经历过热恋，到稳定之后的那种长期的那种恋爱，关键是看你的心态怎么去适应。如果说你发现了不适应，就看怎么去调节，这会儿很容易出毛病。有时候你觉得他这种冷淡是不爱你了，那可能你看错了；而你觉得他这种任性是觉得无理了，那不对了，是因为你可能走得太快了。所以现在你们俩把自己的脚步互相的调一下，让节奏在同一个频率里面，你们的爱情还可以继续。如果真是你要的男人就是整天要围着你，现在不能给他自己的空间，不能给他自己的事业的话，那你要跟他说再见了。但是你记住，我觉得这个男孩并不是不爱你，就这样。喜欢吃火锅是吧？问你3个问题。第一，你吃火锅的时候永远是在一个温度上？不是。就有的时候烫了会调冷一点。要不然烫嘴。第二，吃火锅你加不加汤啊？加。第3个问题，火锅吃了2轮之后，或者是加了1次汤之后，你还能够吃到刚刚下锅时候的那个味道？不能。所以所有的恋爱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不可能永远维持在一个温度。可是我觉得平常就是发一点小脾气很正常啊，女生。对啊，是很正常，有变化是很正常的呀。我所指的就是吃火锅的温度跟生活的温度是一样的，不可能永远保持一个热度，这你承认吧？为什么要加汤？煮多了咸了就要加汤，你们的汤在哪儿呢？第3，你再怎么加汤之后，你煮了半个小时之后，你肯定吃不到最开始的新鲜味道，对不对？所以说所有的恋爱都是这个样子的。第一，想要回到从前不可能，那是一开始的感觉，任何婚姻和感情都这样。第二，一旦出现了问题，就一定要学会调整，要么就加汤，要么就调整温度。如果你不调整，彼此之间又想回到当初的状态，不可能，只有重新倒掉再煮一锅。你反反复复的说男生不像当初那么对你好了，对吗？是的。当初那么可爱吗？所以你凭什么要求别人像当初那样对你呢？当然你内心会说这都是他逼的，但是没有你自己的原因吗？不要靠男人的恩宠过日子。还有男生，你说他老黏你什么，很烦你，是不是？你当初肯定跟他说我会爱你一辈子，只要你需要我随时出现在你身边，这种话没少说吧？说过。这就正常。我不认为男生是嫌弃的，
你们两人所有的状态都很正常。你换了一个人再来，你还是这个状态。所以说，情感是在争取、妥协和权衡当中实现最大化的幸福。你们要学会调整了，该调整温度调整温度，该加汤加汤，但是永远也别想回到最初的状态，这不可能。如果你不懂得调节的话，你找什么人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对于女生来说，你所加的那碗汤，就是让自己变得更理性一点。在需要别人为自己做到任何事情的同时，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当初那么可爱。而对于男生来说，既然当初你是那么的承诺他，即便你做不到100%，但是你也上点心吧。既然把他当成了一个结婚对象，既然也想跟他好好处，想把这锅火锅煮下去，你们就上点心吧。就这样。总而言之，我是觉得，如果女生你想要的是一个能容忍你发小脾气的一个男人，那你就追求这一部分的东西，其他的别再追求了。什么给你洗衣做饭啊，对你温柔体贴呀，这就别再追求了。男生，如果你喜欢的这个女生可能就是特别知书达理、特别贤惠，你就别找那个特别任性的。如果你们想在一起，学着控制自己的一些东西，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大概这个情感是分是合都不再重要了。好，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知道自己也有脾气，遇到事情还没什么耐心，但是我希望你也能改一下自己的任性。我相信只要你能把你的任性改掉的话，我的脾气我也一定能改掉。我们都把自己身上的一些缺点、一些毛病都改掉。我知道你喜欢黏我，但是我希望你也给我一点宽容和理解，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嘛。我有事情没有及时回应你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多理解一下我。还有，我希望你不要总是想着改变我，把我变成你心目中的那一种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女生，唉，来，请亮灯。还提要求了，女生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到好了啊！测试一下你们3年来感情是否还有默契。行了，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谈了3年的恋爱，男生一直在重复一句话，说我不希望你黏着我。但是你发现很多人在结了婚之后，有很多丈夫都会有这样的抱怨，说自从有了娃之后啊，我老婆就不关注我了。所以人生总是在这样的矛盾当中，或者在冲突当中往前走的。爱情这点东西啊，挺耐琢磨的。说白了就是博弈。来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你们2个人确实挺像的。你要回来的话，你就不应该说那个话吧。你直接说，我其实舍不得离开你，我希望我能改变，你能改变，我们彼此将就一下，还在那儿威胁。你改，你跟他使小性子有什么区别吗？小心眼的男人。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来，有请。本节目礼品是由伊贝诗提供的保时捷专享套，在伊贝诗保时捷期间加1元多1套。接下来我们来见证属于这对恋人的浪漫时刻吧，各位请见证。其实在一起3年，我也知道我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但是我相信
我们能继续走下去，我也能像以前一样一如既往的对你好。我希望这一枚戒指能成为我们订婚的戒指。我希望我们能走一辈子。我觉得我对你也应该多一些理解和宽容。亮灯吧，花还真不少，来送给你们吧。别抱怨，慢慢来好吗？小脾气收着点啊，男生。有时候女人啊不发小脾气就不是女人了，记住了啊。两位请回吧，谢谢。